喪屍末日來臨，親人鳩佔鵲巢，害我們全家慘死。重來一世，我們勢必要改變命運。我媽媽說她重生了，她還說末日還有1個月，馬上就要來臨了。你沒發燒吧？是不是燒糊涂了？我卻有點相信媽媽說的話，她說的和視頻裡那些末日小說描寫的差不多。如果媽媽說的是真的，那……哎呀，張國強，你到底信不信我？你在楠楠的写真照後面藏了560塊錢，你的微信裡還有125.2塊錢。你查我手機了？楠楠，你是不是也有小金庫？是你本來留着給你好朋友買生日禮物的錢？聽見媽媽這樣說，我心中的肯定又增加了幾分。這件事如果不是十分危急的情況，我是不會說出來的。因為這個錢是我留着給男朋友過生日的錢，而媽媽卻能準確地說出來，這說明我曾經真的告訴過她。楠楠，媽，我相信你。聽見我這樣說，媽媽鬆了一口氣，欣慰地笑了。楠楠，你們母女是不是在玩什麼遊戲？爸媽說的應該都是真的。爸爸虽然疑惑，但是看見我和媽媽臉上認真的表情，他也不再說話。我們一家人坐在沙發上，聽着媽媽描述上一世的末世生活。什麼？你說楠楠姥姥带着她舅舅，把我們一家從鄉下的房子裡趕出來了，還讓我們去餵喪屍？爸爸聽得很投入，氣不打一處來。媽媽沉重地點了點頭，眼圈再次泛紅。那段記憶顯然給她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憤怒。不止如此，末世開始後，我們好不容易才在鄉下老宅安頓下來，那裡人煙稀少，又有井水和地窖，我們以為能撐過去。一開始，我媽帶着立邦一家來投奔，我看在親情的份上收留了他們。可食物越來越少，外面越來越危險，立邦慫恿我媽，說我們一家3口是累赘，浪費糧食。他們趁你出去找物資的時候，搶走了我們大部分存糧，還把我和楠楠鎖在屋裡，引來了喪屍，想讓我們……媽媽說不下去了，淚水滑落。豈有此理！平時他们怎麼佔小便宜，怎麼瞧不起我們家，我都能忍。但這種事要是真的，我跟他們沒完。爸爸的臉氣得通紅，胸口劇烈起伏。他或許之前還有疑慮，但妻子此刻真實的悲痛和細節，徹底說服了他。親情在生死存亡的殘酷面前，顯得如此脆弱和醜陋。我緊緊握住媽媽的手，心裡也是一陣後怕和冰涼。姥姥和舅舅一家雖然平時有些勢利，但我從未想過他們會做出如此喪屍天良的事情。末世真的能把人變成鬼？媽，後來呢？後來你爸及時回來了，拼死救了我們，但我們失去了據點，流離失所，吃盡了苦頭。楠楠，你为了省下吃的給我和你爸，身體越來越弱，後來一次發燒沒有藥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雖然那是上一世的事情，但媽媽的痛苦如此真實，讓我仿佛也感受到了那種絕望。客廳裡陷入短暫的沉默，只有媽媽低低的抽泣聲。末世的殘酷畫卷以一種無比真實的方式在我們面前展開，不再是屏幕裡的故事，而是即將發生的，並且曾真切毀滅過我們一家的未來。好了，都過去了，我絕不會再讓它發生。既然我們知道了，就絕不會讓那種事重演。麗娟，你詳細說說末世具體是怎麼開始的，有什麼特殊的情況，比如天氣異常、病毒還是什麼其他的情況？我們還有多少時間？需要準備什麼？不是天氣異常，是大概1個月後的一個晚上，新聞裡突然報道全球多地出現罕見的狂躁症患者，攻擊性極強，被咬傷或抓傷的人會在幾個小時內迅速變成同樣的喪屍，通訊時斷時續，一夜之間秩序就開始崩潰了。源頭不清楚，爆發非常快，幾乎同一時間在全球各大城市出現。我們這裡雖然不是第一批，但也沒晚多少。最重要的是，最開始混亂的是醫院和人口密集的城區，水電大概在3-4天後就陸續中斷了。1個月時間有點緊了，我們需要立刻行動。錢，首先要把所有能動的錢都拿出來變成物資。我的私房錢，還有家裡的存款，理財能取出來的都取出來。麗娟，你管錢，你最清楚。明天一早就去辦。對，錢到了末世就是廢紙，必須全部換成有用的東西，食物、水、藥品、燃料，還有安全的住所。鄉下老宅，老宅雖然陳舊，但獨門獨院，有圍牆，前後都有地，人口比城裡稀疏太多，而且有井，這是最重要的水源。我們必須趕在末世前回去，並且加固那裡。可是我媽和我弟他們，那是上一世，這一世我們絕不會讓他們進門。麗娟，這件事上你不能心軟，想想他們做過什麼，想想楠楠。聽到爸爸強硬的話語，我的身體微微顫抖了一下。我看到媽媽眼中閃過一絲掙扎，那是血緣親情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劇烈撕扯。她想起了母親和弟弟在末世中的猙獰面孔，也想起了我奄奄一息的慘狀。最終，後者壓倒了前者。他用力地點了點頭，眼神也變得決絕。國強，你說的對，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。他們不是我的親人，是豺狼。這一世，我們要保護好自己，保護好楠楠。好，那我們就這麼說定了。明天開始全力準備。麗娟，你負責列出最急需的物資清單，越詳細越好，特別是藥品。楠楠上次發燒，必須備足。我明天一早就去把我們賬面上的錢全部弄出來，
然後去聯繫一下建材城，老宅的圍牆得加高，門窗都得換成最結實的。爸媽，我們還得準備一些防身的東西，還有太陽能充電板、蓄電池、淨水片、種子等，這些末世文裡都說很重要。對，楠楠說的對，這些東西現在買還不算太引人注目，得趕緊。那一晚，我們一家3口幾乎沒睡，圍坐在茶几旁。媽媽憑着記憶詳細描述着末世初期需要的各種物資，我和爸爸則不斷補充。清單越來越長，從大米、麵粉、食用油到壓縮餅乾、罐頭、肉乾，從感冒藥、消炎藥、止痛藥到紗布、酒精、縫合線，從柴油發電機到小小的打火石。沒想到一樣，我們的心就沉一分，時間太緊迫了。天刚蒙蒙亮，爸爸就揣着家裡所有的银行卡和存折出門了。媽媽也開始行動，她先是打電話給幾個批發市場的熟人，以老家要辦酒席為由，諮詢大量採購米麵糧油和調味品的價格。我則負責在網上大量下單，順便把爸媽的身份信息拿來刷一些網貸。爸爸名下有一個小公司，媽媽也有一份穩定工作，貸款還是比較容易的。同時，我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努力刷了幾個，把錢都匯聚到了爸爸的賬戶上，拿着其中一部分錢用來購買那些不易引起懷疑但末世必備的物品，比如多功能工具箱、戶外净水器、高強度尼龍繩、戰術手電、電池、暖寶寶，甚至我還購買了一大堆衛生巾和紙巾。媽媽說過，末世後期這些女性用品和清潔用品比黃金還珍貴。我們的行動迅速而隱秘，但大量的採購和銀行轉賬還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。首先察覺不對的，果然是我的姥姥。就在我們開始行動的第3天下午，姥姥突然打來了電話。媽媽看着來電顯示，臉色微微一變，深吸了一口氣才接起來，並按了免提。麗娟啊，姥姥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，帶着她一貫的那種略顯刻意的親熱。這2天在忙啥呢？咋都沒見你發朋友圈了？昨天我遇到你王嬸，她說看見國強急匆匆的去銀行取了好多錢，出啥事了？是不是國強工作上遇到麻煩了？還是楠楠有什麼需要花錢的地方？媽媽的神經立刻繃緊了，她飛快地和我和爸爸交換了一個眼神，努力讓聲音聽起來平靜自然。媽，沒事兒，能有什麼事？國強就是正常業務需要點現金，楠楠好着呢。真的？你可別騙我！我聽說你們還在到處買米買油的，還找人打聽買柴油。麗娟，你跟媽說實話，是不是聽到什麼風聲了？有啥好事可別忘了你弟弟啊！麗邦最近正好想換個車，手頭緊巴巴的，你能幫襯一定要幫襯一下。媽媽的手指攥緊了，指甲幾乎掐進手心。我見狀，立刻湊到手機旁邊，用一種故意裝出來的，帶着點撒嬌和抱怨的語氣大聲說：媽，是不是姥姥？我要跟姥姥說。媽媽愣了一下，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圖，順勢把手機遞給我一點。姥姥，我聲音揚得高高的，聽起來沒心沒肺。您可別提了，煩死了都。哎呦，楠楠啊，咋了？跟姥姥說說，誰惹我大外孫女生氣了？姥姥的注意力果然被轉移了，還不是我爸我媽。我撅着嘴，發揮着我這個年齡不懂事女孩的優勢，非要搞什麼末日生存演練，說是現在最流行的家庭活動，體驗生活，非要把我家那個800年沒人住的老房子收拾出來，這週末就要拉我去那住幾天，斷網斷電還得自己生火做飯，煩死了我。我一邊說，一邊偷偷觀察媽媽的表情，她緊張地看着我，眼神裡充滿了鼓勵。什麼狗屁生存演練？張國強這又是抽什麼風？閒的沒事幹了，有錢沒處花了是吧？買那些東西得浪費多少錢？真是日子過好了燒的。就是說啊，還買了好多亂七八糟的罐頭、壓縮餅乾，難吃死了。還說以防萬一，萬一地震怎麼辦？真是的，我們這多少年沒地震了，我看他們就是瞎折騰。姥姥，您快說說他們。隨着姥姥開始對爸爸的怪念頭喋喋不休的批評，媽媽的肩膀終於放鬆下來，她向我投來感激的眼神，而爸爸則悄悄豎起了大拇指。電話那頭的姥姥果然信了，或者說她更願意相信這個解釋。她嗤笑一聲：我就說嘛，張國強就是人傻錢多，燒的不知道姓什麼了。麗娟，你也是跟着他瞎胡鬧。楠楠乖，別理他們，周末想來姥姥家，姥姥給你做好吃的。還是姥姥最好。我甜甜地說。不過這周末不行了，我得被他們抓去體驗生活。姥姥，我先不跟你說了，我同學叫我打遊戲呢。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兩口子這不是純折騰孩子嗎？姥姥嘟囔着掛了電話。電話掛斷的瞬間，我們3個人同時長長的鬆了一口氣，後背都是一層冷汗。楠楠，你真機靈。媽媽一把抱住我，又是後怕又是欣慰。爸爸也讚许地拍了拍我的頭。這謊撒得好，既解釋了我們的行動，又符合他們對我們家人傻錢多的看法，還顯得合情合理。你姥姥那人只願意相信他認為對的事情。雖然暫時糊弄過去了，但我們知道這只是開始。姥姥生性多疑又愛佔小便宜，她雖然相信了我們瞎折騰的說法，但很可能還會以關心或者看熱鬧為由繼續打探，甚至上門。我們必須加快速度，並且更加小心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們一家像上了發條一樣連軸轉。爸爸幾乎動用了所有的人脈和關係，
他不僅取出了所有存款，甚至不惜犧牲一部分利息，提前贖回了一些未到期的理財產品。他還以公司要給員工發福利、老家翻修房子等名義，通過不同的渠道分批購買了大量的物資。建材市場裡，他訂購了加固圍牆用的磚頭、水泥和鋼筋，以及最厚實的防盜門和防爆玻璃窗，要求直接送往鄉下老宅。為了不顯得過於扎眼，他對外統一的說辭都是老宅要改造成民宿，先做基礎加固。媽媽則展現了驚人的統籌能力，她負責接收和整理爸爸和我買回來的所有東西。家裡的地下室很快就被塞滿了，米面糧油堆成了小山，各種罐頭、脫水蔬菜、真空包装的肉制品分類擺放，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專門用來存放藥品，從處方抗生素到維生素片，應有盡有。他還偷偷聯繫了郊區的農戶，高價購買了他們自家榨的菜籽油和儲存的粗糧，以及幾十板土雞蛋，大部分做成了鹹蛋和松花蛋，弄到了幾大桶汽油和柴油，小心翼翼地藏在老宅的地窖裡。我的任務主要是利用年輕人的網絡熟悉度，繼續網購那些零碎但關鍵的物資：高強度登山繩、防刺服、多功能工兵鏟、望遠鏡、對講機、各種型號的電池、充電寶、太陽能充電板。同時，我也負責清理家裡的個人物品，將重要的證件、相冊、少量的金銀首飾可以用於末世後期可能的以物易物整理打包。每個週末，我們都會以回老家度週末或者進行生存演練為借口，實際上是將城裡採購的物資一車一車地運往鄉下的老宅。老宅的變化一天一個樣，圍牆被爸爸請來的施工隊加高加厚，頂上甚至還插滿了碎玻璃和尖銳的鐵刺。所有窗戶都換成了內嵌鋼絲網的防爆玻璃，外面還加裝了一層結實的防盜鐵欄。大門更是換成了一扇厚重的、需要內外兩道鎖的金屬防盜門，看起來就像銀行金庫的大門。爸爸甚至還在院子角落裡搭了一個雞舍和兔籠，提前買了幾隻雞和兔子養起來，美其名曰給孩子體驗農家樂，實則是為了可持續的蛋肉來源。那口老井也被徹底清洗消毒，配備了手壓和電動2套取水設備。我們的行動不可避免地再次引起了姥姥的注意，尤其是老宅這麼大的動靜，鄰居間隨口一說，很快就傳到了姥姥耳朵裡。這一次，她直接帶着舅舅宋立邦殺到了我們城裡的家。那天我們剛好運完一批物資回來，正在清點剩餘清單，門鈴就急促地響了起來。媽媽透過貓眼一看，臉色頓時變了。是我媽和立邦。她無聲地用口型對我們說。我和爸爸心裡同時咯噔一下，爸爸迅速使了個眼色，我立刻會意，飛快地跑回自己房間，把桌上正在整理的應急包塞進衣櫃，然後拿出課本攤在桌上。爸爸則一把將茶几上的物資清單塞進沙發墊子下面，順手拿起一張報紙。媽媽深吸一口氣，打開了門。媽，立邦，你們怎麼來了？姥姥板着臉，一把推開媽媽，徑直走進屋裡，眼睛像探照燈一樣四處掃射。舅舅立邦跟在他身後，吊兒郎當地晃悠着，眼神裡充滿了算計和好奇。我怎麼來了？我再不來，你們這個家都要被你們搬空了吧？麗娟，你跟我說實話，你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？又是取錢，又是買糧，還把老宅弄得跟堡壘似的。聽說還養雞養兔子了。張國強，你是不是破產了？要跑回鄉下躲債呀？媽，看您說的，我公司好着呢，就是最近工作壓力大，想換個環境休息一下。改造老宅不是為了住得舒服點嗎？放屁！休息需要買幾噸糧食，需要把牆砌得那麼高？你騙鬼呢？是不是聽到什麼內部消息了？要打仗了，還是要有什麼大災了？我告訴你，張國強，麗娟是我女兒，立邦是你弟弟，有什麼好事你得帶着我們，可不能自己偷偷摸摸準備。就是啊，姐夫，有啥發財的路子或者保命的法子，可得分享分享，咱們可是一家人。媽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她知道這次的理由如果不夠充分，很難騙過精明的母親和貪婪的弟弟。我躲在房間門後，手心全是汗。突然，我靈機一動，猛地推開房門，衝了出去。開門的那一刻，我的臉上迅速擺出一副又委屈又憤怒的表情，對着爸爸大聲喊道：爸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肯承認？這日子沒法過了。我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吼愣了，包括爸爸和媽媽。爸爸一時沒反應過來，媽媽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臉上有些慌亂。這不是提前排好的情節啊，怎麼還臨場發揮了？姥姥和舅舅也愣住了，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旁若無人地繼續我的表演，眼淚說來就來，帶着哭腔對着姥姥控訴道：姥姥，您來得正好，您來評評理。我爸他根本不是要改造什麼民宿，他也不是壓力大，他是相信了一個什麼特殊的組織。什麼組織？傳銷嗎？姥姥和舅舅的眼睛瞬間瞪大了，充滿了震驚和一絲果然如此的神情。爸爸和媽媽瞬間明白了我的意圖，媽媽反應極快，立刻配合地露出痛苦又難以啟齒的表情。爸爸則瞬間演技上身，臉上閃過一絲被揭穿的慌亂，確保姥姥和舅舅看到之後迅速掩蓋，然後強裝鎮定地呵斥我：楠楠，你胡說什麼？回你屋去。我不回。我哭得更兇了，對着姥姥哭訴：就是
他電腦裡全是那些預言末世降臨的資料，還偷偷跟一群奇怪的人聚會，說什麼大師預言1個月後就有大災難，只有準備好的人才能活下來。我抽空看了一眼姥姥和舅舅，很明顯他們已經開始相信了。我繼續努力道，他就魔怔了，非要把錢都拿出來買這些東西，還要我們去鄉下那個破房子裡等死。我媽勸他，他還跟我媽吵架。我同學的爸爸都好好的，怎麼就我爸這樣？我的留學計劃都泡湯了，錢都被他拿去獻給那個什麼大師了。我一邊哭一邊偷偷觀察姥姥和舅舅的表情，從震驚懷疑慢慢变成了恍然大悟和恨鐵不成鋼的鄙夷。他們寧願相信爸爸是蠢到極致信了大師，是壞到極致的自私自利，也不會相信爸爸是得到了真實的預言。這個解釋完美的契合了他們對爸爸人傻錢多和容易上當的固有印象，也解釋了我們所有反常的行為，只有被洗腦的人才會做出如此瘋狂且不計後果的舉动。姥姥頓時痛心疾首地指着爸爸，張國強，我就知道你沒那個發財的命，原來是被騙子騙了，還世界末日，我看你是鬼迷心竅，那些錢啊，那可是麗娟和楠楠的保障啊，你就這麼糟蹋了。你那個什麼大師，是不是還讓你發展下線？你是不是還想拉立邦進去？我告訴你沒門。舅舅立邦也一臉嫌棄和庆幸，姐夫，不是我說你，你這腦子怎么回事？哎，算了算了，那些粮食什麼的，反正你也吃不完，到時候真没事了，記得分點給我們啊，別浪費了。媽，咱們走吧，跟這種被洗腦的人沒什麼好說的，晦氣。他們徹底相信了張國強信了邪教，把家底都快掏空這個說法。相比於末世重生這種離奇的事情，顯然這個解釋更符合他們的認知邏輯。你好自為之，別再糟蹋錢了，不然我讓麗娟跟你離婚。然後姥姥才帶着一種看穿了真相的優越感和對損失了錢財的心痛感，拉着舅舅走了。門關上的那一刻，我們3個人虛脫般的癱坐在沙發上，相視無言，背後都被冷汗浸濕了。這一次危機終於徹底解除，以爸爸在姥姥家親戚眼裡變成愚蠢的邪教信徒為代價，我們換來了寶貴且不會再被懷疑和打擾的準備時間。楠楠，你真是太會演了。我有些尷尬的笑了笑，這聽着也不像是什麼誇我的好話，但是無所謂了，只要能順利蒙混過關就行了。閨女，你這腦子，以後誰再說你傻，爸第一個不答應。只不過這下好了，在你姥姥那兒，我算是徹底抬不起頭了。這怎麼聽着也不像誇我的？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沒辦法，這是最能讓他們相信，並且不會再想來沾邊的最好理由了。的確，從此以後，姥姥和舅舅再也沒來過電話。或許在他們看來，我們已經沒救了，不值得再浪費口舌，只等着看我們的笑話，甚至可能還盤算着等爸爸被騙的一文沒有後，怎麼來接收我們浪費錢買來的那些沒用的物資。但是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贏得了最後寶貴的準備時間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們更加爭分奪秒，老宅的防禦工事全部完成，物資也堆積如山。地窖裡分類存放着足夠我們一家3口吃用2-3年的食物、藥品和生活用品。爸爸還弄來了幾把強力的複合弓和弩，以及幾根沉重的棒球棍作為防身武器。媽媽甚至開始帶着我進行簡單的體能訓練，練習如何使用弩箭和棍棒。爸爸則反覆演練遇到危險時的預警和防禦流程。我們看着越來越像堡壘的家和充足的物資，心裡稍微安定了一些。但空氣中彌漫的緊張感，以及媽媽偶爾望向窗外時那深藏的恐懼，都在提醒我們，倒計時正在一天天減少。末世真的要來了。可是比末世先來的是姥姥，許久沒有聯繫我們的姥姥突然獨自出現在我們家。這天，我們一家剛準備完物資，從老家風塵僕僕地趕回來，就看見姥姥坐在我們家門口，臉上掛滿了擔憂。麗娟、國強，你們回來了。一看見我們，姥姥立馬起身撲進我媽的懷裡，一把鼻涕一包眼淚的，聲淚俱下。我和爸爸對視一眼，互通心意，姥姥8成又是來要錢的。不想被鄰居看熱鬧，我們趕緊把姥姥扶進屋裡。姥姥一屁股坐在沙發上，就開始哭訴舅舅的不容易。麗娟啊，立邦從小就受欺負，我一個女人帶着你們姐弟倆在這小城裡討生活，你弟弟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，但是沒錢啊，只能吹了。對於姥姥這一套，我們只能坐在這裡安靜地聽完，因為如果不讓她說完，她恐怕會一直賴着不走。國強啊，你就不要再弄那些沒用的了，立邦最近又談了個女朋友，要不你給拿點錢。終於，姥姥說到正題上了，等她說到這裡，我手裡的茶都涼了。爸爸看了一眼媽媽，姥姥捕捉到這個對視，立馬抓住媽媽的手，想要利用媽媽的心慈手軟，讓她給爸爸施加壓力。麗娟啊，等你弟弟好起來了，我肯定讓他把錢還給你們。你們只有楠楠一個女兒，要那麼多錢留着，也是讓他帶給別人家，還不如給你弟弟，讓他早點娶個老婆，給我們老宋家開枝散葉。我翻了個白眼，懶得噴他。媽，我手裡沒錢了，錢都在國強那裡，他最近你也知道，他都拿去揮霍了。你說我这……媽媽抱歉地看了一眼爸爸，下一秒，姥姥立馬站起來跳腳，剛想指着爸爸的鼻子臭罵，就被我打斷了。我上前攙住姥姥的胳膊，姥姥，你先別生氣，
坐下喝口茶，我有辦法帮舅舅拿到钱，只要你配合我拍拍照就行。姥姥听见我这麼說，趕緊點頭。對於爸爸拿不出錢這件事，她倒是深信不疑，但是她就是想來壓榨乾淨我們家最後一分錢，好用來滋養舅舅那個吸血鬼。爸爸媽媽有些好奇地看着我，想看看我這次又出了什麼新花樣來騙姥姥。我掏出手機，打開了之前用的網貸小平台，然後飛快地註冊了姥姥的信息。姥姥不認識幾個字，但是看見手機上不斷有錢打進來，她臉上頓時笑開了花。我急用姥姥的身份信息，套了好多平台的貸款。雖然姥姥沒有什麼還款能力，但是她名下有宅基地，有姥爺的撫恤金，還有每個月發的養老錢，這些足夠她貸出一大筆錢了。可惜收款賬戶我填的是我自己的，錢源源不斷地打入我的賬戶。好了，姥姥，我這就把錢都轉給你，你拿回去給舅舅用吧。後面如果有人打電話找你提還錢的事情，你就不用管了，到時候我爸公司就好起來了，讓他還上就好了。對，媽，等下個月我的公司還有一大筆收入，你放心，到時候這錢我都還上。聽見爸爸這樣保證，姥姥笑開了花。她沒什麼文化，只知道這拍了幾張照片就能拿到很多錢，還不用還，這對她來說簡直是致命的誘惑。可惜緊急聯繫人上面的聯繫方式，我填的是舅舅的手機號，到時候就算催債，也不會有人給我們打電話。我拿着手機又裝模作樣的搗鼓了一番，趁姥姥不注意，把賬戶裡的錢悄無聲息地轉給了媽媽一半。媽媽看着手機上的轉賬信息，嘴角都快壓不住了。好了，我把剛才弄出來的錢都轉到你的微信裡了，你回去就和舅舅說是我爸給的就行。姥姥看着賬戶上的數字，遲疑了一下，看着我一臉真誠，轉而又換上一副笑臉。好，我這就去給他，讓他去談個女朋友回來。我們一家人附和了幾句，就把姥姥送走了。臨走前，姥姥把我們買回來的橘子也提走了。確定姥姥走遠了之後，爸爸和媽媽笑作一團，我一臉驕傲。這麼多年，姥姥利用媽媽的孝心，在媽媽這裡不斷索取，要了錢就拿去給舅舅花，而我拿回來的這些，連利息都不夠。楠楠真有你的，你給你姥姥註冊那麼多，你不怕你舅舅發現了來找我們嗎？爸爸一邊笑一邊提醒我，我早有準備，我已經把手機上姥姥的信息刪掉了，還有姥姥回去也只會說是從我們這裡拿的，舅舅也不會發覺。爸媽，我看天氣預報說最近幾天有雨，還要降溫，為了以防萬一，要不我們明後天就收拾一下東西搬過去吧。媽媽點頭同意。對，萬一我媽回去之後被立邦發現了貸款的事情，肯定又要來鬧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咱們現在就開始收拾，做好準備。我去租車，把我們常用的衣物都帶過去。我們一家人又開始了分頭行動。為了避免引起老宅村裡人的注意，爸爸租了很多輛車，趁着晚上的時候，少量多次的把我們家裡的東西都搬得差不多了。媽媽則留在家裡收拾家裡一切可以被帶走的物品，甚至把我睡覺時抱着的玩偶都帶上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還沒起床就被外面呼嘯的風聲嚇醒了。果然要變天了，末日真的如同媽媽說的那樣要到來了。我們快速的洗刷完後，看着空空蕩蕩的家裡，心裡一陣落寞。在這裡住了10幾年，難免有感情了。好了，不要傷感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只要我們能熬過這個難關，以後的路都是坦途。聽了爸爸的鼓舞，我和媽媽掃去臉上的陰霾，提着小包出門了。路過樓下，還特意和樓下的大喇叭王阿姨打了個招呼，說我們一家要出去旅遊幾天，拜託她給留意下家裡的房門。她滿口答應。轉頭，我們小區大部分人都知道了，我們一家人出去旅遊了。坐在車上，媽媽臉上有些凝重，我以為媽媽是擔心我們的物資不夠，剛想安撫，可是媽媽卻先開口了。你們說，如果這次末日沒來，一切都是我的幻覺，這可怎麼辦呢？嗨，我還當什麼大事呢？沒來不更好嗎？我們就當這一次是出去旅遊了，不要擔心，有我在，我會保護你們娘倆的。